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我睫毛塌了，所以你觉得我双眼皮贴的不宽？有可能，就说你必须平淡嘛，我睫毛也塌了。今天比昨天肿，睫毛你夹都夹不起来，就说明我是肿了。你看我也是这样，这很正常。48有派人来拍出发图吗？没有派人来拍，只是在这，因为在这里找了一个因为工作人员不够了，还有人员限制，不能带很多超量的人，然后只能在这边找了个当地的摄影师。我们带的是，我们已经带的是最精简的人了。对啊，我们俩，就是我们2个人只用一个造型师。对，你这样说的话，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的时候人都很少的，对吧？因为我们俩只用一个造型师，一个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数真的很少，人数有限。谢谢小晴的皇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皇冠。我记得我上一次就是出了一个就是自己一个人的通告，完了之后人家边上是整个团队，包括化妆师，牌面老大了，然后还是国外的，跟我上次一模一样。你知道我身边有几个人吗？助理、造型师，还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宣传，3个人。然后呢，造型师还得就是帮忙当助理。我那次助理是新来的，他不懂。宣传他是一个 I 人，他完全不出现。然后我身边只有一个比他们 I 的少一点的造型师，他一个人需要下去帮我拿瓶水，然后我身边就没有人了。然后当时因为他们那些艺人就是都是熟的嘛，经常出去，反正就是认识了就认识了。然后当时是限制人数，只能带一个人。孤立无援，我心想孤立无援，因为其他艺人可能都在聊天，其实对我来说他们都是在北京工作因为这样子的话，至少然后聊一些不会那么没面子。因为人家出去的话都是一个团队一个团队的，我的话规定一个人的话，那就一个人，大家都一个人就还好。如果说不规定的话，我3个人，人家一个团队，对吧？算上我4个人。我也觉得挺尴尬的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姐姐，她比较布鲁鲁的皇冠，比较社恐，布鲁鲁宝宝。然后她说她站在角落里面，远远的看着我。反正我每次要找她的时候，我得给她发消息，然后再左顾右看。我说你在哪？我在你的后面。她已经是我跟你说，就是那个谁，就是跟她是那个很矮的姐姐，已经算是比较下来，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。她现在已经不算那么矮的了。她现在在这之前，不，在你之前，她都很矮。但是他那次没来，我那次没去。那是谁啊？那个我认识。然后我那个姐姐她挨到什么程度呢？我以为她不是我们公司的，我觉得她应该不是挨，她只是懒得说话，她就一句话都没有跟我说过。但是也有我们公司也有那种不挨的姐姐，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去抖音的时候，那个姐姐让我们去跟别人拍了一个抖音。那个就是比较老练了，对，她就可以带我们去社交一下。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都挺挨的。你说我们几个吗？谢谢小五的全场，谢谢小五。给我整笑，咋了？没什么。大个几岁？这是不是问的有点太那个了？我都不知道，这太隐私了吧？大概几岁？几岁的要问？他只要负责我们就行，对吧？这个助理挨不挨的也没什么关系。但其实该轩该那个的时候，还是挺那什么的。对，轩都各方面都很负责。他说不好意思啊，我们不让拍摄的，不好意思啊。对，轩会这样。不好意思啊，不要再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不要跟你点题。然后昨天特别搞笑来着，能说吗？什么？那个出差的。什么出差？出差费。太搞笑！我也想说，能说吗？哎呀，反正就是呢。哎呀，反正就是呢，我们就是我们以为就能说吗？算了，就不说，算了，不说了，算了，不说了。确实也没什么好说的。算了。哎，什么事呢？就是工作人员的事情。问他们的出差费用。是这样的，餐费一般来说出外务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就是这边就是外务的这边的人会给餐标，
但是有时候也不会，有时候是我们公司给的餐标，但是如果是公司给的餐标就很少，50吧，100吧，100或50， 100吧，可能有个100，然后工作人员是50。不，工作人员他们没有餐标，有，以前有。我昨天问他说他们不算餐标，但是他们可以报销，他跟我们不一样，不按这个出差1天这样子算，1天不是1顿。对，1天。哎，我们粉丝都有200的，我们粉丝有200的那个餐标。有的粉丝比我们有钱，确实，有的粉丝工作比我们好呗，确实，这很正常呀。然后然后餐是自己吃，然后结果大家好多人都食物中毒，大家都拉肚子。那你们那个太恐怖了。是因为大家，因为一般来说，就像我们之前去泰国的时候，是公司统一组织吃饭，或者吃酒店的自助餐，对吧？待会我们去泰国有一次公司组织的那个，就是公司会发盒饭。但是我在泰国吃的盒饭也不行的。何必呢？也不中了。黑夜点。然后当时公司就是说什么那边当地的美食，完了那个墙上还爬壁虎。对，但是那个吃的当地美食却没什么事儿，只是他那个餐厅上面是露天的，然后疑似被都没人吃。这样一想，其实我们每次出外务的人员都是差不多固定的，固定一个助理，一个发型师，然后反正你不管多少人，都是一个助理，一个发型师。你一个人也是一个助理，一个发型师；2个人也是，3个人也是，16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助理。16个人那肯定不是了，16个人不是一个造型师了，但还是一个助理。我只听说杨幂昨天睡了一觉。对，只有听说杨幂说睡了一觉就一觉，还没拍到她。哇，我看到地上掉了一地我的中药，跟那个老鼠屎一样。对啊，我前2天就发现了。因为我每次吃都会掉几颗。你觉得48就是你拍过的哪几个 MV 是你觉得比较用心的？你在问我还是在问粉丝？问你。我看你跟我想的一不一样。那肯定是去匈牙利拍的 Number One。那个 MV 是最用心的，最豪华的。还有一个呢？我还拍过什么大制作？我一下想不出来我拍过什么大制作。其实我觉得《爱的回响》拍的挺好的。《爱的回响》也算最后还可以了。我觉得是我觉得就是我们几个人里面啊，拍的属于比较好的了。啥意思？为什么今天我笑？我说因为我们几个人里面啊，你有没有 get 到我意思吗？没懂。但《爱的回响》确实，《爱的回响》拍的挺好的，《爱的回响》也是那种有剧情的，很丰富的。对。剧情虽然就是说一般般啊，就是剧情虽然说有一点雷人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属于是比较上心的了。因为我记得我去年拍的时候，他说什么，就是之前老拍那种找宝藏的剧情，所以就不拍剧情了。我们这次 MV 没有剧情，然后说的特别好，说没有剧情，大家就是拍你们开心就行。因为之前说拍那些剧情老拍很多那种太复杂了，然后粉丝也不是很喜欢。Number One Number One 确实拍的挺好的呀，就是 Number One 和每次剧情老是在那找东西寻宝，然后都差不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小果，波波。但是 Number One 确实，我觉得是《爱的回响》，因为在海边拍的好看。对。怎么了？因为很痛苦。没有，就是有淡一点点嘛，比之前淡一点。很痛苦，我再也不会想在海边拍 MV 了，真痛苦。
我们中午12点踩在沙滩上跳舞，脚都烫麻了。你们知道中午12点沙滩上光脚有多烫吗？的话，我铁砂掌、铁砂脚，我说的拍的不错是，比如说整体的待遇，然后和那个就是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。我不是说最后的效果，或者是大家觉得怎么样。其实失忆最多是类似于像一个 PV，其实。失忆，你们不知道我们当时拍的有多么的简陋。失忆太简陋了，失忆是这样的，这么说，我来说，你说，一个摄影师兼导演，他扛摄像头，旁边一个灯管结束。对，一个人拿个灯管，一个人导演扛这个摄像机没了，一个摄像机就2个人。失忆整个拍这个拍摄团队就2个人，拍摄团队就2个人，一点没有开玩笑。所以接下来就是其他不知道第几是怎么样拍的，就是其他人的那些东西是怎么拍的。反正当时我们就是这么拍的。景贵有没有种可能这个景是因为匈牙利风景好？真的，归根不是啊，是因为我们是连着那个总选 V 一起拍的。对啊，因为匈牙利风景好，所以你看的感觉还拍的不错。而且我们这属于是那种，而且我们去的都没有景，因为 Top16拍 No.1 的时候是租了很贵的场景的，有室内的景。你没发现失忆都在室外拍吗？因为我没有经费去去那个，不是顺路一样，就是顺路拍的，宝宝们。我们失忆对，就是我们景都是不用花钱的，我们是套拍的。就人都到那儿了，还不拍一个吗？那拍吧，就这种感觉。对啊，我们都是在那种免费的草坪上，然后唯一一个要花钱的是你去的那个教堂要个门票钱。对，最后还没用那个镜头，因为应该不好那个吧？我不知道，我没去，我在外面喝水。你别说双人舞，其实人要比那个失忆的人要多。对，因为双人舞在象山嘛，近。对，去参观一下不好吗？因为我当时觉得好热好累，然后我在外面喝水了，然后我当时在里面，因为被里面的那个景色，就是也不是说景色吧，就是被里面的第一次看这种有点震撼到，我还在里面许了愿出来。这里面什么？许了个愿。拿了个小蜡烛。我想起来了，不是那个，是我当时，是我当时不小心妆掉了，然后姐姐在那里给我补妆。怦然心动其实就没什么，怎么说呢？怦然心动其实也挺草率的，也不是草率，就是你有点get 不到他的点。我怎么说呢？我忘了，说实话，怎么拍的？哎呀，我怦然心动的时候，我是几号位啊？你是5还是6来着？没那么前，反正我都9了。那我怎么会在你前面？哦，因为你那个时候进圈了呀，你肯定在我前面啊，你站位挺前的，说实话。但是我拍什么了呢？我怎么没记得我拍什么了？但是我当时怦然心动，我都觉得自己就是说我怎么会是第9站位呢？我们嘴巴没口红了。天上掉馅饼了。他们说我是6号位，我不记得了，我都不知道我拍什么了。天上掉馅饼了，依依也是吃到过馅饼的，吃到过那个饼渣渣的时候。躲猫猫，可是我根本……哎呀，那个时候分配了我们2个，就是躲猫猫，我们2个6号位跟9号位莫名其妙的捆在一起的。有没有想起来周周？有没有想起来？想起来了吧？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一天早上，然后他说你们俩造型做好没？做好了，那拍个剧情啊？没有，本来就是莫名其妙给我们加了一段。对，就是本来没有说要拍什么，就是我们两个说哇，妆造好了没？现在过去拍一段，拍一个躲一下，你们就往那沙发上一躲，结束了。不是突然说让我们俩去拍的，是加了一段让我们俩就是指定我们俩去拍的内容。什么意思？我们俩是皇族啊？不是，我们俩是皇族，这是懂说的。干嘛了？怎么 A 起来了？心里都有数。
这有什么不能说的？那个节目那个节目表要剧透就要一个劲的问。现在我们说一些就是毫无关系的，就是说这是能说的吗？天呐，为什么我会这么坦然的说出呢？因为这件事情这个词跟我毫无关系。什么东西啊？房租。啊！因为我们公司就喜欢这样。因为我记得有一年我拍一个总选单。什么单？就是我很早期进圈的时候。什么天？不是那个天，是另外一个，忘记了叫什么歌了。我知道三文鱼。你说三文鱼，别人不知道，这是我唱三文鱼，就是三文鱼那个歌，在上海拍的那个 MV。我就记得你开了个自行车。那不是 MV 里的啊，那是他拍了一个综艺啊，我是路人甲。我就记得我们公司很喜欢把双人组合放在一起，喜欢把 CP 放一起。我记得拍那个 MV 的时候，好几个 CP 一起的剧情。是我不争气了。那个时候我在家里打酱油。那个时候我也在打酱油。你酱油打的生意比我好一点。没有，我当时我记得呢，我当时哎，这么一说，我当时好像不太高兴，是不是？因为你是从学校里面一定要过来拍的。不是，不然就是因为我等了一天，最后随便拍了一个，最后最等了一天的嘛，所有人都收工了，让我最后在天台上拍了个镜头，不是天台，就是别人家的阳台上。不冷，我只是觉得这衣服就在那个阳台上拍了一个镜头，让我在阳台上看书，好像是这样。那是另外一个了吧？就是这个。你们猜，我觉得拍过最痛苦的 MV 是什么？让我想想，我在吗？你在？我在吧。我总共就拍过那几个 MV，你有思路和那个一个，你猜一个。那首歌叫什么我都忘了。什么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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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这首歌叫什么？花荣。哦，对，花荣。我都忘了我拍过花荣了。那肯定不是花荣，思路。我也是。真的很痛苦，思路是最痛苦的，因为等的特别久。我们俩我是等到，你是等到最后的，我是倒数第二个。当时我生气了，让我等到最后，跟我说不拍了。对，因为那个时候疫情，然后怎么又重演了？等到这就别拍了，我当时太生气了。我说那年我都第5名了，是不是？咻的，气死坏了，我气坏我了，我把我第5名放到最后面。隔壁是那个犯猪瘾的，当晚上一直在拿外卖。那一年就是从那以后，反正去那一年，从那一段下半年，我就变得特别的丑。这话说的真的丑的很吓人。但我拍的特别丑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打足面光，很瘦，瘦的跟鬼一样。打光的人都不剩了。咋了？1%的点。哦哟。我还有13%。我说我手机怎么变突然特别暗？先走一步，出去。关系了。你直播完了？我有电话，王毅，那个有人打电话。你在干嘛？看我自己脸上的毛。看我的毛原来有这么多。我知道呀，我早就跟你说了。这照片好离谱。我早在100年前，什么告诉你？